柏林，德国的首都，二战时期它也是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希特勒在这里发出征服世界的命令，在他左右开弓并进军非洲的时候，可能未曾想到自己会在柏林和盟军决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到了最后，柏林是纳粹德国最后的堡垒，各方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不惜代价必须拿下。年初，斯大林已经命令红军推进到距离柏林60公里的奥德河和尼斯河，准备随时进攻柏林。西线的盟军也开足马力战斗前进。3月28号，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直接给斯大林递交了一份电报。他指出，盟军今后的攻击会在莱比锡、德雷斯等地区，并没有把柏林包括进去。这样的举动震惊了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他们是坚决主张进攻柏林的。在电报发出的前一天，还在准备进攻柏林。过了一天，艾森豪威尔就改了主意，丘吉尔和蒙哥马利坚决反对，但艾森豪威尔主意已定，谁来也都没用。作为盟军统帅，他对柏林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如果硬向柏林进攻的话，代价至少要10万人。来到战争末期，这种打法实在伤亡太大，于是他才把柏林让给了苏联方面。1945年3月29号，朱可夫元帅被召回莫斯科，接受苏联最高统帅部进攻柏林的任务。朱可夫全名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身农民家庭，是公认二战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在二战后，因为声望太高而被斯大林排挤，后来有帮助赫鲁晓夫击败对手，但又被赫鲁晓夫猜忌，免去职务。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统帅部明确是由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实施主要突袭，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辅助进攻柏林南北方向。为了确保拿下柏林，最高统帅部又给三军补足了兵力，总兵力达到惊人的250万人。此时最难受的就是德国人了，左边猛虎，右边黑熊。德军最高统帅部在柏林焦头烂额，对于身边的人，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感觉都在骗自己。对一些直言不讳的将领直接换掉，他认为现在的势力完全是他的手下搞的。他相信他还没到山穷水尽，还有希望赢得胜利，妄想症了属于是。虽然这么说，但是拿下柏林绝非易事。在柏林有48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6个坦克师、37个步兵独立团、98个独立营，以及大量的炮兵部队、守备部队，还有20万人、3000多架战机、1000多辆坦克和火炮。德军统帅部为了更好的防御，把柏林重点区域细分防御，在巷战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构筑了3层防御地区，分别是外狙击区、外城廓、内城廓，修筑了大量的地堡、防御工事和障碍物，把楼房窗户加固变成射击孔，同时动员了市民，组建了200个民众突击队，还有反坦克歼击队。一方是大兵压境，一方是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1945年4月15号晚上，并没有等来盟军的轰炸，得到了近些天少有的安宁。在防空洞中的柏林市民不少返回家中，殊不知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凌晨4点，突然从四处传来巨大的响声，在东线防守的德军向统帅部发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炮火攻击，他们面前好像出现了几十万支蜡烛，好像是化学武器。这是苏联红军发动对柏林的前线进攻，2万多门火炮如狂风暴雨般向德军轰炸，那几十万个蜡烛也不是化学武器，而是照明灯。这是朱可夫搞的疑兵之计。在以往的行动中，苏军总是在白天发起进攻，德军也把这当成了常态，那他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这种做法有一个缺点，就是看不见目标呀，万一再打到自己人就出问题了。于是才搞出这个巨亮的照明灯，出其不意的闪击却是起到了作用，不少德军士兵还在睡梦中就命丧黄泉了。钢铁洪流在强光的照耀下向德军阵地奔涌，到天逐渐亮起来的时候，德军才恢复抵抗能力，挡住了苏联红军的行动。在泽洛高地，红军的多次冲锋都被挡了回来，这里是进攻柏林的必经之路。德军在这里的防御十分顽强，因为在泽洛高地后边无险可守，可以直捣柏林，所以德军十分重视这里，把泽洛高地打造成了柏林之所无法攻克的堡垒。按照惯例一般说无法攻克的最后都不行，话是这么说，但德军在泽洛高地的心血还是没白下。
苏联红军的进攻持续到中午，阵地依旧纹丝不动。朱可夫面对这块硬骨头，决定把2个坦克集团军都投入到这里。此时其他方向的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纵深前进了，自己不能在这里被挡住太久，再被拖下去就会影响作战进程。在2个集团军投入战斗后，泽洛高地在18号拂晓拿下，虽然比预定计划晚了2天。拔掉这颗钉子后，朱可夫大舒一口气，这下后边的路就没那么难走了。科涅夫并没有选择和朱可夫一样的方法夜间进攻，如往常一样在天亮之后才发起进攻，因为他们要渡过尼斯河，如果在夜间渡河的话，那就是德军的活靶子了。德军在尼斯河驻守的是格雷泽尔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这支部队经过苏联红军的多次打击，已经残缺不全了。4月16号6点55分，科涅夫的部队强渡尼斯河。出乎科涅夫预料的是，渡河进行得十分顺利，就连上岸后德军的抵抗都十分的小，很快突破了德军前2道防线。格雷泽尔因为坦克数量的劣势，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攻，只能用小坦克编队轮番袭扰。红军的 T-34 和德军黑豹、虎1、虎2坦克展开混战，到处都是燃烧的坦克和垂死的士兵、战士的尸体。科涅夫的顺利推进使得斯大林同意了他将近卫第3、第4坦克集团军用于柏林方向的进攻。起初这2个集团军的任务是切断德军中部，没想到根本没有用上。时间来到4月20号夜间，2个集团军已经杀到了柏林外围。这天也是希特勒的生日，不过他可没有好心情来庆祝了。他的女友布劳恩为他精心置办了一个晚会，还活着的德军高层都参加了。虽然希特勒在会上说俄国人到达柏林城下时就会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不过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了。晚会结束后，不少人就离开了地堡，逃之夭夭，包括戈林和希姆莱。戈林帝国元帅军衔，当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的职务，在1战时是著名的王牌飞行员，记录是22架敌机。2战时期作为军队高层，策划指挥多次行动，比如不列颠空战。在1942年开始，德国本土受到大规模轰炸后，戈林的声望逐渐滑落，受到平民指责，在国家高层逐渐衰落，他开始闲了下来，有头衔，但是实权不大，于是就让手下人去搜刮其他国家的财产、艺术珍宝，对德国逐渐恶化的局势选择放任和逃避，毕竟已经被边缘化了。在参加完晚会后，他再也没见过希特勒，再往后就是和盟军谈判和战后受审了。希姆莱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希特勒的头号刽子手就行了。随着苏联红军的临近，纳粹德国即将烟消云散。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